用自来水泡海盐跟平常补水，到底要不要用 RO 水？直接用自来水差别在哪里？我一直以来在泡海盐跟补水的时候，都是直接用自来水，曝气3天后开始使用。从我转换挑战硬骨的时候，我就有在想家里要不要换成 RO 滤水器来补水。但是早期的 RO 滤水器接1公升的水，大约要排掉4公升的废水。后来慢慢有改良，进步到1公升的水，只要排掉1公升的废水，但是感觉还是蛮浪费水资源的，所以我迟迟不想使用。每次泡海盐都会辛苦一点，让水曝气，再添加稀垦的除氯胺水稳剂。直到最近，我家的金字塔净水机发生了漏水的现象，这台也使用了10年有了，所以我就想，为了全家饮水的健康，还是直接来安装这个好。所谓的 RO 逆渗透，最主要是透过逆渗透的原理，把水质中的杂质、重金属、悬浮粒子和化学残留物，透过逆渗透薄膜来过滤水质，穿透薄膜变成纯水，所以是可以直接饮用的。我想以饮用为前提，还是决定在网络上找了这台 RO 净水机了。看了看里面的内容，我想还是直接请厂商来安装好，感觉自己应该无法安装。庄家那个水压蛮高的，水压有高，出水量大一点，它就比较正常的了。这是自来水，49，这嘛是 RO 水，这是测矿物质。矿物质对，因为纯水的就是矿物质都滤掉的啦。这个测试它的矿物质里面的比重0，所以它里面现在矿物质是0了。对。网络上也有一个说法，如果养鱼用 RO 水，因为某些鱼类需要借由肾脏排出大量尿液，将体内多余的水分排出来，维持体内水分的平衡。因此 RO 水不适合，因为 RO 水逆渗透压比较低，会产生很大的渗透，让大量的水分加速渗透到鱼体中，鱼类无法适应而死亡。不过我想这个说法应该是针对淡水鱼的鱼缸吧，不要整缸都用这种水就可以了吧。我自来水里面的重金属、矿物质跟一些杂质之外，其实我比较在意的还是硝酸盐 NO3 的含量。在以前的影片，我有测试过我家自来水的 NO3， 用 HANA 淡氮机实测3 ppm， 现在的 RO 水实测变成 0.1 ppm。 当然用测海水的机器来测淡水不一定准确，但是相同的机器测不同的水质，它的比例是30倍，那毋庸置疑的就是有差，而且差很多。我一直以来每周6都会测试一次3大元素跟 NP， 这个本子是长久以来测试的记录。虽然已经装了滴定机，但是这个动作还是不能免除，因为珊瑚的增减、鱼只的死亡都有可能在1周内数据会有变化，所以每周测完之后，我都会酌量增加元素，让水质的数据维持在一定的标准。这是我安装 RO 水之前的 NP 数据，虽然不高，但是没有达到我的理想，所以我家的鱼很可怜，3天才能喂1次。现在装好了 RO 水之后，在没有变动鱼缸和添加任何降 NP 的药物情况下，很明显的 NO3 逐渐的稳定下来了。我想可以再多养一些鱼了。